集中来反思一下到大马2年各种生活心态上的变化。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发现啊，到大马之后变得自私了。对，怎么说呀，王太，你这怎么突然想到自私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刚刚在车上听了一集其他 YouTuber 那个Money XYZ， 对，他里面有讲，就是对他讲到说他的人生的改变就是从他变得自私开始嘛。我想了想，这完全就是我没有总结过，但是我的人生变得好，从低谷里面走出来也是从变得自私开始。所以说这里对自私应该是有别于我们传统理解的那个贬义词，只顾自己，什么精致的叫什么利己主义者，应该是有别于这些的理解吧。差不多吧，殊途同归吧。那也是让自己就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为先，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不要用别人的框架来衡量自己嘛。我有一计，我们不妨就从现实的一些实例当中来理解什么是自私，什么是不自私。那就说原先显然你的想法就是没有这么自私咯，相对的大方咯。那么你讲的在大马之前不自私是怎样的表现？能不能举些例子我来理解一下？不自私的表现比如这样说，每年给我爸妈要包很多的这个红包嘛，大红包，巨大的红包，其实每年算下来的话，真的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可以用，就是完全是养活我们在大马的生活，不是就市场价格可以租到远远比我们家还要好的房子的这个价格，因为房子是我爸妈给的嘛，对吧？我就是用那个给了他们，每年还有召集我爸妈，我们一起回去旅游若干次，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里面的行政套房，对吧？然后会时不时的请他们大家一起，咱们6个人一块儿，7个人加 Wilson 一起去找比较高级的餐厅去吃饭，但是每一次其实都吃得非常不开心，花了钱还不开心，所以我也就反思说，这笔钱如果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日子会过得很好。就是当时就有这样的反思吗？其实当时是不太敢，但是因为跟他们生活的这么物理距离这么短，你总是觉得逢年过节你还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去补偿嘛。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是一个必须的举动，生活在中国的时候，然后对父母是听上去是非常大方的，你只是觉得是一种惯性吗？还有它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感受吗？可能是一种补偿吧，就是我不能够达到他们理想当中那个女儿的样子，我就在金钱上面，在一些物质享受上面，我去尽量的去迁就他们，满足他们，让他们觉得说我是很大方的，我是一个在这金钱方面是孝顺的女儿吧。这突然让我感到很有意思啊，就是你是有一个心理前提的。对，我听上去就好像孝顺这个要求是你已经被灌输了，或者说是在你心中有锚定的，你想要去达到这个要求，有这种欲望的是吧？是OK 我觉得我没有想过为什么说，就法律上面当然说子女有那个赡养父母的义务嘛，对吗？但是我既然如果仔细回想，我对他们的这些金钱上的供养的话，是远远超过这个非常对，我可能心里面是有愧疚吧。OK， 那当时做了这么多，做好之后，你有没有感到一种 relief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没有，一点 relief 都没有。就比如说跟你爸妈一块出去旅行，我爸妈一块出去旅行，对吗？尴尬是吧？这么好的饭店的住在那里，我爸是绝对是他不睡那个床，他是什么叫认床，就是住到外面去他就睡不着，所以我爸每次住到那么睡地上的时候，对，就是铺一个床在地上，他睡在地上。你说这种事情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吧？我会觉得说我让我爸出来吃苦了，而且他们也不会完全就不说，总是想方的要说出这些案例让你知道他过得并不是很舒服。对，那么这个也就算了，对吧？然后每一次我们带他们去吃饭，我爸我妈永远不会说这个饭吃得很开心，永远都是嫌弃说怎么这么贵还这么少，就是每次吃饭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难受，你就看他们的脸色是阴郁着的，然后这个也不肯点，那个也不肯点。对，还有最夸张的就是就是那小毛巾嘛，2块钱一条的一次性小毛巾，每次吃好饭之前大家就开始想，这个毛巾回去要洗一遍，然后当抹布用。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谈这种事情，从来没有情感上的交流。我还记得就因为
这个会让他们呢感到一种不自在，因为他特别想要去节省钱。比如说我们在酒店里面，那他们呢就会在这个 lounge 里面就吃一点小吃啊，或者喝一些东西啊。那我们说晚上我们到外面去吃吧，或者去订一个餐，那就不要了。我们这样吃一下就饱了。所以呢就我们的步伐是没有办法一致的。对，然后出去打车也不要，他们也一定要坐公交车。就是你就发现你跟他们说去，一定是你要满足他的话，你就完全牺牲你自己的玩乐时间，那我就没有意义了，对吧？然后每一次并不能够增加很多的感情，然后他们就会责怪你说，哎呀，不要花那么多钱嘛，这个钱不要花，花了真是很心疼。你就真的是觉得说，这个钱我要是自己花的话，那不是挺好的？那我想我们还是主打一个真实，大家会听下来觉得说并不是。至少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说我把父母接过来啦，我们特别开心啊，然后只要我们去照顾好父母，这个家庭关系就会是很好的。我觉得现实往往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是啊，我们就真实分享嘛，对不对？上次去年让我妈来这边一次，我后来问她，我感觉她是不是很开心的？她觉得这里是全方位不如这个上海。那既然真实啊，我可不可以再探究一下？你看啊，刚才你说你原先在这个中国的时候也付出了很多，请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并不感到很舒服，有没有可能就是和花钱的方式有关系？因为他们就喜欢节约嘛，他们就喜欢就是说便宜一点的节省一点的，会不会就是比方说请他旅行，送他东西带他们去住酒店本来就是让他不舒服的，就这个方式选错了，你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不觉得呀。怎么说？就是说我钱也给他们了，旅行也安排了，还有每年进贡了那么多的羊绒衫什么的那种好的衣服，就我已经全部都试过了。我并不是没有到，就是我爸妈还会比如说买特别好的鞋子衣服什么给到他们之后，他不穿，你知道吗？活放坏，你知道吗？放了坏掉他们也不穿。那还是跟花钱有关系啊。我想换一个角度来问，因为你看你刚刚也提到你有这种想法是出于一个心理的预期，就是要表现的孝顺嘛。那这两个事情怎么合而为一？就他们要的是什么？好像这样他们是想要你孝顺是吧？那他要你一个怎样的一个孝顺？就是既是金钱上能够全方位的供养他们，也又能够在这个平时的相处当中就是百依百顺，对吧？我无条件的给到他们全部的情绪价值，哪怕是他们对我 PUA 的时候，我也必须全部说，您说的对，您指明了方向，对，我完全做不到，对不对？那你看这两条路其实就都堵死了嘛。好，那我们再讲到了大马之后为何会变得自私？好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点理解了，因为物理距离隔断以后，当然也不会再去做原先这些事了吧？这两条路就是心理上的、物质上的都不可能，或者说做的很少了，对不对？对就没有必要嘛。就是我们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为了让我爸爸开心，每周都去他那边吃饭，对吗？每个周末挺尴尬的那种饭，每一次都是心里面都去之前就很郁闷，去完之后更郁闷。就这种事情不做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挺好的。还有就是这种每年的这个若干次的这个集体旅行不旅行之后，反而我可以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钱又省下了很多。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我没有必要订那么好的酒店，真的。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房租我现在都是我付我自己的房租，我住的又特别好，这不是更好了吗？我爸妈又不缺钱。我挑战你一下，你如何就是再来调节自己的心态，或者说有可能你已经成功了，你是怎样做到的？就把自己说那就是我不孝顺这样的一个心理给适应或者是化解掉，你是怎么做到的，或怎样想的呀？还没有化解掉，我觉得就是反正这样挺舒服的家庭，就是两个独立的家庭。我觉得我爸妈如果将来未来需要我提供这个经济帮助的话，他们开口了，我一定会答应的。如果没有开口的情况下，我就不要这么人家说是就一定要供着上去，然后一定要把这个贴上去，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所以现在感觉说心里会舒适很多了，至少在家庭关系上。其实就是因为阻断了一下，反而通过做的少一点会变得更好。对，但是你看这部分钱省下来，我不就是可以改善大大的改善我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吗？我们看了原先在中国的和到了大马这个所谓不自私和自私这个之间的比较，我想大概可以理解了。这就回应到我们俩在听那个播客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主持人他所谓的自私，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飞机上氧气面罩掉下来的时候，先要把成人自己的面罩给罩好，再去照顾旁边的小孩，是因为往往你的情绪你自己是很重要，而且你先要自救，
才能够去照顾到别人，对吧？这是自己先要顾好的情况下，才能去顾及别人嘛。咱们顾不上别人了，其实你的家人也是这样，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这个也就知道了。我举个例子，来了大马之后，我找房子的唯一原则就是离学校近，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我就不需要每天就是由我们来送孩子，孩子自己可以回来之后，我不想因为长距离的接送，最后我们两个产生怨气，你知道吗？对，这也是我一个自私的选择之一。而且我听到节目当中啊，我就不妨直接援引一下，他有一个给我也是有很好的启发，就他的意思是，我们呢所谓的帮助别人啊，大方啊，一定要是在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情绪和心理的情况下做出的那种富有松弛感的一个选择，而不能因为说别人对你的要求，然后呢你都感觉去切割和牺牲了自己很大的自由，这个不叫大方，对吧？对啊，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以前那些亲友嘛，他们日子过得不好，就会过来说，你看我有一个表弟，你也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好。我那个表弟媳妇就经常跟我说，你去说说你弟弟啊，你这个弟弟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前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去调解。但是我后来觉得，所谓这是你们夫妻俩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情？我每次一听到这些事情，我也很难受。所以我已经把他微信朋友都删掉了，你知道吗？拉黑了。我觉得他每次给我的是负能量，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其实帮不了他们，而且他们应该是自己帮自己，所以我要自私一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但我觉得这样对你有效，而且让你感到舒服啊，所以我也是比较全力的支持你。在那个节目当中啊，说到，他那种让自己不舒服的自私，我其实脑海第一个跳出来就是你妈。因为他经常为了去帮助家里人，不管是在物质上的、这个精神上的，就完全不顾自己，而且对我们也是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你怎么这样啊？他说这个家里人肯定是第一位的，结果他最少的就是体会到自己的需求和幸福，但是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做了就不抱怨了，就感到很开心了。其实并没有，自己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况。因为小时候就是我妈会把自己会把她所谓的跟我首先是在我面前装穷，然后就是所有的我那些表弟表哥表妹，哇，他们的这个衣服都是买的很好，就送给他们穿。我是从来没有新衣服穿的，我始终不明白。然后我妈还骗我说这些衣服都是这些亲戚他们花钱就是托他买的，然后他自己后来圆不了谎，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况下你是把家里人都惹毛了，然后家里人都没有感受到安全情况下你去对别人好，这是虚假的好，这是一种损害只有内耗的这个好，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别人也未必 appreciate， 其实对别人未必是一种帮助。对，而且就是说我妈以前经常我跟我的表弟表哥表妹们就是闹不开心的时候，我妈永远是拉偏架，胳膊肘是往外面弯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吸取的教训，我一定是先让Wilson首先要感觉到我理解他，我共情他，然后我们事后再去讲这个对错，我不能无原则的在别人面前就说我自己孩子不好，没有这样的事情。讲到这一趴我觉得就特别好，就对我们如何在与下一代相处，因为他肯定也会碰到我们，他不希望我们给到他太大的压力，他也希望他能够做好自己，那我们给到他一些什么要求，如何跟他相处，也对未来应该会有很好的启示了。对，就不能为了什么面子啊，还有说你传统的你一个女性，或者说你在一个大家族里面，你应该扮演怎样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好媳妇啊什么的好姐姐的形象，而牺牲了你作为一个小家庭一个妈妈，我们且不说好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妻子她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关起门就是3个人过日子嘛，这最重要的。对，先把我们3个人过。我们都认为家庭第一，其实是我们3个，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在我们讲来了大马变自私，我其实想补充一点，就有可能我们这个题目，需要补充的话，是我们来大马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决定。对，其实我想问你的就是你爸你妈妈还是有些病的。对，你难道不担心人家说你这好自私啊？你这儿子怎么当的？你妈都这样了，你还出来？其实很多人会问了，但我一般不跟别人讲。可是我们一些很好的朋友分享，还有内心的想法，就是它就是一个自私的决定，就是你必须在多方当中做出一个选择。就像破地狱里面这个哥哥讲的，我已经选择了，这我们的家庭第一，其实没错，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因为你看，如果是从法律上来说的话，你爸爸妈妈现在他们是夫妻关系，对吗？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那应该是首先，如果是他们两个不能够相互照顾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子女是第二顺位去顶上的，对吧？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啊，不去这个样子，不帮助父母啊，并没有。好，但这个是有一点点会挑战很多人传统伦理啊和观念的，我们也是敢分享吧，反正就这样。欢迎大家批评，或者我们多做一些探讨。好，拜拜吧。